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双截龙3代黄金版。我选用了 BOSS 威力。对面刚才见到的这个角色就是幻影武士，也就是红白机平台双截龙2代的最终 BOSS。所以这个版本咱们是在3代的场景里边用1代的 BOSS 去打2代的 BOSS。威力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手里的枪，可以打一串的敌人，射程比较远，大概是2/3个屏幕。除此之外，他就只剩下拳脚了，其中脚还可以，攻击的距离和判定中规中矩，但是他的拳攻击的距离就很近了。而且这款游戏在判定上有一个让我非常不爽的地方，就是咱们选用的主人公，不管是哪个角色，你的攻击范围在 Y 轴上比敌方是要窄的。所以说，传统的2D 轻版动作游戏窜线这个打法就没法用了。跟对面遭遇的时候，最好是从正面接近。大家注意这些杂兵的走位，你正面接近的话，很多情况下它会往后退，这就给游戏的走位造成了很大的难度。所以威力的枪在远距离就显得非常好用了。游戏基本的关卡流程是复刻自街机版本的双截龙3代。街机版的双截龙3代我给大家录制过，是一个比较奇葩的版本。日版和美版的区别很大，我记得我录制的是日版。为什么没录制美版呢？因为美版如果你想使用旋风腿这样招式的话，你是需要买的。用什么买呢？街机游戏嘛，当然是投游戏币了。然后你就可以在游戏的商店里边买人物、买招式、买人物的属性、买武器。所以说带内购系统的游戏早就有了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活。我使用的威力，可能很多游戏经验比较丰富的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，他的枪也是有弱点的。什么弱点呢？开枪的时候持续的时间特别长，这样的话近距离就比较弱，而且人多的情况下很容易挨打。大家注意屏幕的最下方，能够看出来这款游戏是最大支持4人联机的，4个人一起玩啊。咱们能够见到的敌方角色几乎都可以选，不仅是威力，还有阿波波以及幻影武士，还有敌方的杂兵。当然招式最丰富的还是双截龙兄弟，比较好用的就是幻影武士、威力还有阿波波。毕竟在 Y 轴上咱们不占优势，所以说如果你的横向攻击距离比较远，那这个角色性能就相对优秀。本关的场景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是3代的哪关，但是这里地面就有很多的机关，像这样的场景就不太适合威力。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打到这关挂了，怎么挂的呢？就是中了地面的尖刺。因为原版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第二呢，
你的屏幕往前移动之后，会出现新的监测。新的监测的位置很难确定。这个场景上下2层都是有机关的，一旦你下来之后就跳不上去了。上面的长枪我没有躲的信心，所以就下来了。在下面至少你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可以站在什么位置，哪里是安全的。这地方来了3个布鲁诺夫。阿波波的这个颜色有点夸张了，而且搞了一个爆炸头。又来了一个墨西干，这样的头型在街机版才有。红白机版本的阿波波已经秃了，但是红白机版本的阿波波看起来更壮，它的贴图更宽，走位好别扭啊，移动的范围受限。这里打威力，这个地方很难，我感觉他的杂兵是无限刷新的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之前我也提到了，那对面的攻击范围比咱们是广的，也就是说，很多情况下，在一些比较极限的距离，咱们开枪是打不到对面威力的，但是对面的威力是可以打到咱们的。我的血量已经所剩无几了，需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机会。开枪的时候站在原地的时间很长，这个弱点对面也有。后面就是最终 BOSS 战，打幻影武士。打完之后通关的剧情我愣了半天啊。应该是来自于红白机版本的双截龙2代，因为街机版的双截龙2代里，玛丽安并没有复活。这里的关卡机制让我很懵啊，应该是只有一个是真的幻影武士，但是这个家伙会隐身，隐身之后你根本打不到他呀。只能被动的挨打，大家注意我的血量已经见底了。幻影武士的造型和红白机版的差距比较大，但是刚才他使用旋风掌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出来了。通关之后，玛丽安复活了，而且还上来亲了威力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双截龙3代黄金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